Hello， 大家好，我是古音。大家好，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来到人微言轻节目。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就是黄圣依霸路，杨紫 PUA 招数大曝光。怎么回事呢？其实因为是黄圣依啊，因为觉得杨紫不够关心自己，然后就有点伤心，他就离开了这个录制现场，霸路了。我一直在被鞭策着往前走，我累了，我是真累了，我不想录了，我想休息一下。黄圣依撑不住了，然后葛西跟麦琳呢就跟上去安慰他去了。那杨紫不想去，对吧？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啊，我为什么要去哄他呀？就留在了现场。快去！不去了，快去！不去了。杨紫，我告诉你啊，这时候谁去都不如你去啊！没想到呢，在现场受到了更大的审判。然后蔡明跟倪萍呢就说：“那你肯定是不关心人家，你要真关心人家的话，那所有人都看不到嘛，对不对？所有人都觉得不关心，对吧？你这个让人开7个小时车，还有好多事儿啊，你一直在辩解，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然后杨紫就受不了了，然后我还不如去搞定黄圣依呢。我从这里老是说不过你们，然后那算了，我就去找黄圣依吧。所有人都是我的问题。那你也不反思一下，为什么你不能所有人都眼瞎呀？我去劝劝他吧，我去看看。好孩子，对你快去！然后后边这个事儿就精彩了，哎，整个完整的一场记录下来，就是杨紫的这些 PUA 的套路，大家可以啊去仔细的研究一下，根据他们的这个微表情、小动作啊，非常精彩。杨紫去劝黄圣依的时候啊，就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就说你看啊，我只是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然后也没有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对不对？就是所有人都担心你飞得高不高，应该最爱的人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偷换概念在里边，大家前面怼的是什么呀？是杨紫你不关心黄圣依，他说我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啊，高不高这些问题，他把它偷换概念成说我太关心你，我过于关心你，对不对？所以才让你这个像妈妈觉得你冷这种概念。我总觉得我认为对你好就一定好，就像以前我们说的有一种冷是你妈觉得你冷一样，只要道理对，只要合规矩，只要是公平正义的就是好。可能我骨子里边就这么认为，让大家就是觉着我呢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关心你的，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个。如果说你黄圣依现在只是哭，那我可能会遭受到一个更大的网暴。我们两个共同创造了一个属于你的记录。你开口就哭，我会被网暴的，人家会骂死我的。所以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别再哭了，你别再闹了，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前提 ，PUA 的前提。然后杨紫就先把它做到位，是吧？先说啊，我自己也有问题，对不对？然后再说你别再闹了。然后剩下的几个呢，我们就仔细的去分析一下这个他的这个 PUA 的套路到底有什么。第一点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其实杨紫在跟他沟通的这个中间啊，去卫生间换了一套装扮。他把这个自己的牛仔帽摘了，然后把那个墨镜呢就换成了一个霸道总裁式的这种金丝边的这种眼镜啊，无框的这种眼镜。然后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心理暗示。对，心理暗示我要正经的跟你谈了，咱们接下来就要谈正事了。哎，前面那套咱们出去游玩的装扮我扔了，对吧？坐下来好好的跟你说什么。然后不开玩笑，黄圣依呢这个时候就抱怨说是杨紫，你刚才你大呼小叫啥呀，对吧？人家说你这些问题都说的挺准的，你破防啥呀？你跟人家说麦琳说你不许再说了，闭嘴，对吧？跟葛西说你们都闭嘴，然后让黄圣依说，对吧？那这是黄圣依说的，哎，能给我洗清这个我不关心你的这个嫌疑啊。但是黄圣依说的最终也让他破防了，对吧？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呢，杨紫就上去霸道总裁抱，说哎，要不然我就抱抱你吧。那个倪萍老师，他也一直在对于你的一些也是认同你，你为什么要急呢？就是他没有一个月在替我说，他也不是我娘家人。我错了。其实我们原来的时候也可以看出来，他俩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这种身体上的这种密切接触了，对吧？这个时候你去抱，其实就是在捂嘴，就言外之意还是说你黄圣依你别闹了，你再闹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经济效益，我们家族的这些钱呀啥的都是靠名声来获得的，对不对？你这个样，你让我遭受到了网暴，那我还是2个孩子的爸爸呢，加深他的愧疚感。对，然后你就控制，让黄圣依就
不要再说了，对吧？这些事儿咱们私下再说，在节目里边不说，然后再承诺啊，给他一个我要彻底改变。朝到夕死，早上知道这个道理，过去的那个我就要死，其实爱才是婚姻的本质和核心，好不？从今天开始，你会看到我的蜕变。我要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画饼。对，这个是第一点啊，就是说杨紫换装备，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第二点呢，就是说杨紫在中间的时候啊，突然停下，就说黄圣依你的睫毛好像掉下来了，对吧？你自己去弄一弄。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说啊你没弄好，我再给你弄一弄。然后大家都很奇怪，其实说你为什么中间你说了半天怎么说到这个眼睫毛的问题上呢？你自己就好了，你就先去，你把你自己想说想，我会去的呀，你快去吧。你那个睫毛掉了，那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你别动，你别动，真的没干好，你别动，因为弄下来我怕主要是怕粘你眼。其实这个我就很理解这个事，为啥呢？它其实是一种试探，就是你这个去给他弄眼睫毛的时候，你这个手是非常靠近他的眼睛的，如果他不躲，就说明他这个时候对你的基本信任还是有的，对吧？原来有很多网友说啊，你杨紫，你看这个样子是不是家暴过黄圣依啊？其实这个地方我们看出来，他肯定没有家暴过黄圣依，因为他在用这个手去靠近他眼睛，去弄这些非常细节的问题的时候，黄圣依并没有躲，而是他下意识的觉得你在干什么？咱们说咱们的话题，你先别关心我的这个装扮问题，对不对？他没有说是害怕呀或者怎么着，所以这个点我们从微表情上是可以完整的看出来的。我觉得还有一层意思吧，就是他在打断黄圣依说话的节奏，对，他在打乱他的节奏，把这个说话的话头又接回到自己这里来。对，是这样的。然后剩下的第三点呢，就是杨紫给黄圣依3分钟时间考虑，这个3分钟也挺有意思的。这个3分钟呢，杨紫说的是我在门口等你，你先考虑好，对不对？你想要出来的话呢，那我们就高高兴兴再回这个录制现场。你要是说不出来啊，那我就直接告诉节目组说我们不录了，就是这个录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反正我们要离婚了，对不对？然后这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威胁。3分钟左右出来，我们就去做一个尝试。你要没有出来3分钟，我觉得时间长了的话，那我就自行申请，我就不录了。然后就是说你要这样闹下去的话，那绝对会影响到我们这一次的收入了，是吧？然后后来呢，黄圣依不服，对吧？他这没有那么容易哄啊，就说杨紫那就继续退一点，就说我给你10分钟，而且我这一次不在门口等了，我要回到那个录制现场去等你，给你10分钟时间啊！你要来的话呢，咱们还能继续好好的，对不对？把这个至少把这场综艺给表演完。然后你要是不来的话呢，那我就直接走了，对不对？你不录，那我也不录了。对，你爸录，我也不想录。那为啥非得让我自己坐在那里？就给你10分钟，冷静的考虑，好吗？你要是不来的话，那么我就跟节目组申请退出。2点45，你提醒我啊。哎，这个时间给的恰到好处，应该是原来实验过的，是非常了解黄圣依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是给你一个时间压力，就是你避免让黄圣依过多的思考。其实这个时候你越思考，他就是觉得黄圣依就越不会出来了，对吧？他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意外的情况。所以说时间上的压力呢，也是 PUA 非常经典的一些行为。然后没想到呢，确实很了解，黄圣依不到5分钟就出来了。哎，杨紫坐到那里高兴了，说：“你看，这个黄圣依她还是爱我的，还是在乎我的，对吧？她其实这个也有点偷换概念。这怎么说呢？你在下边的时候，你跟黄圣依不是这么说的，你就说你回来录的话，咱们就继续能把它好好的录下去，没有谈到什么爱不爱的问题上。然后面对着其他人的时候，把这个偷换概念成黄圣依还是在乎我的，对吧？这个没有，黄圣依没有那个意思啊，就是说咱能把这个事情完整的先给他弄完，估计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个经济上的利益。我说你要是10分钟之内来，证明你希望在接下来这段节目录制当中，你看到我的调整和改变，就证明他是为我而来啊！我们刚才没有听明白这层意思吧？然后大家就问这个黄圣依啊，你对这个杨紫有什么看法了呢？现在黄圣依说，哎，我觉着这个杨紫啊认识很深刻，她已经有改变了。然后全场一片白眼。我觉得他首先认识到的挺充分的，然后总结的挺到位的，也知道你心里去的，是这样的。可惜这个表情，对吧？就是说明这个杨紫确实是非常非常的
熟悉黄圣依啊，包括其实我们也能想象到，就是原来这个黄圣依不想去直播的时候，不想演什么电影的时候啊，这个不想去这个大陆综艺的时候，杨紫是怎么来劝他的？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 PUA 如果你觉得太重的话，也可以说是忽悠他，就杨紫在忽悠这个黄圣依去做他心目中想做的事儿。那我们整场的你就发现啊，一个完整的套路的 PUA 的招数啊就已经结束了。哎，如果说没有这个摄像头记录下来的话，那确实大家很容易被他这种信息差啊，这种来来回回的这种表现，然后给洗脑。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录节目嘛啊，大家可以回看，大家也可以自己仔细的去回看一下啊。杨紫有一些心理暗示的东西做得非常到位。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创业者非常注重的。你在创业的时候，你想让员工就是尽力的帮你去做事情，那你一定会学一些心理暗示方面的一些东西的。你不可能说啊，那我是老板，我很单纯，那你这个公司运行不下去了，对不对？你觉得这个杨紫是在 PUA 黄圣依吗？此刻的我对这对夫妻表示无言以对。首先，杨紫 PUA 黄圣依本来。在之前我是比较同情黄圣依的，就是真的很，就至少从这一期开始，我是非常讨厌杨紫，就已经气得杨导的那种程度。所以黄圣依撤离的时候，我只有一种感觉，就是挺惊讶的，他还挺在乎的，因为在我之前不是预判他们俩已经离婚，对吧？觉得他俩也就是在演，也是最终还是会分手，对吧？既然在节目里面已经袒露了他俩已经离婚的事实了，可是。黄圣依的这个态度还挺伤心的，他在演伤心嘛，我其实还是有点疑问的，我觉得他真的是演还是真伤心不好说。但是杨紫的这一系列操作以后，他又回来灰溜溜的回来，是让我非常大跌眼镜的。我就觉得黄圣依真是你不亏吧？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女生跟着你不 PUA 她，我觉得都有点对不起杨紫的那点小心眼儿。对，那个嘉宾不也说嘛，你其实黄圣依你要不就别走，你要走了就别回来。然后你走了再回来，这实际上是杨紫的一种成功。重点就是那个从3分钟涨到10分钟，其实就让我一个，其实我一个很普通的已经被规训过的女生，我都能看得出来杨紫是在后退。其实要是我的话，脾气在那么大的情况下，我当下就想看看你会不会扒路，我不扒路啊，当然我就不出来，或者我过完10分钟以后再慢慢又出来，我看看你扒不扒路。应该不会。对啊，你不是有你不是有契约精神吗？你不是老跟我说契约精神吗？怎么到你这儿就我不高兴你就不没有契约精神呢？你的契约精神是根据我的心情来的吗？怎么那么双标呢？那我就会直接回怼过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就想起曾经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经纪人，就是曾经说过黄圣依这件事情，就是说特别羡慕黄圣依，就是说很少见到一个像黄圣依命这么好的一个女生。就首先你看书香世家，对吧？而且出道即巅峰啊，那个功夫里面真是一滴泪封神，对不对？对。好，一流的美貌，那真的这黄圣依的美，其实至少从早期来说，那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跟经纪公司、星汇公司有纠纷的时候，哎呦，就有一个杨紫这样的，其实当时都可以称得上是财阀了啊，这种白马王子，年轻哦，他还不是老头哦，对吧？对，年轻的财阀像齐天大圣一样踩着那个七彩祥云来拯救你。再看看现在的黄圣依，反正我一点也不羡慕她吧。你就像你之前也说到，然后当下的那些女嘉宾，就包括麦琳也好，包括那个葛西也好，包括那个在场的那个 Papi 酱呀，那个沈老师呀，还有那个侯佩岑也好，我觉得当下所有在场的女嘉宾，没有一个会羡慕黄圣依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不会，正常的女人都不会。他其实是前边倪萍问黄圣依的那个问题，我觉着还挺感慨的。就是倪萍问他，你是自己不想演戏，还是杨紫不让你演戏？其实我们也能听出来，这个言外之意呢，就是黄圣依太懒。就是我觉得杨紫当时娶她，思想上也是想错了。他跟陶虹离婚，然后去迎娶黄圣依，肯定在他一个商人的这个心目里边，就是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我们俩都是明星，对吧？然后合体去做一些事儿，然后那个曝光的量就会加倍。但是没想到呢，其实黄圣依，我不知道他因为太顺了还是怎么着，可能确实是
生活上就一点挫折都没有，然后就太懒，完全不思考自己的人生，就躺家里边，然后你安排我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你安排什么我就做什么。但大家别忘了，这个杨子他是一个商人，他不是一个艺术家，对不对？所以给他找的这些事儿呢，都太 low。然后完事儿呢，就是黄圣依也不满意，他也不满意。刚开始我们不是说那个婚姻里边嘛，只有双赢或者双输，其实没有一方赢的。他们这个婚姻啊，我感觉就是双输，都是在走下坡路，两个人都没有往上走。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其实还有继续的这个必要吗？没有吧？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黄圣依如果想在影视行业有所突破的话，首先就是不要听杨紫的。我个人觉得杨紫在影视行业的所有的眼光也好，审美也好，简直是太 low 了，是吧？而且他就是唯即时利益论，就是他等不到那个东西发酵。就像如果让他去投资一部《甄嬛传》这样的作品，在当下可能浪花没有那么大，但是后期引起一个极大的一个发酵的这种好作品，他是等不到的。他甚至好像还在节目里面袒露过，他曾经给黄圣依拒绝了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就是一个很好的导演，包括很好的整个班底去邀请黄圣依，但是当时那个片酬很低，然后黄圣依很想去，但是杨紫拒绝了，他说这个从经济利益出发，我是不同意的。对，在3、5年前吧，3年前有一部我和国际影帝合作的片子，但是我其实就推了，我一说要拍7个月，给那么点钱，性价比不行。我说圣依有2个事告诉你，一个好事，一个坏事，先听什么？他说先听好事吧，我说开心一下。我说有个片子跟谁合作，如果你拍了它，你估计会成为谁，你的明星的级别会提高多少个级。他说太好了。他说坏事呢？我说推了。当时他眼泪就掉下来了，哭了。但是因为我必须推。为什么？因为要发展，不能他好了，剧力和我不好。你太自私了。但如果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他接了这部戏就成为谁了，那他底下是空的呀。你虽然被架高了，但底下是空的，你不是一个台阶上去的。当时看到这里，我就觉得他真的不太适合在事业上去给黄圣依拍板。我觉得他可能可以作为一个投资人。他们说不是影视行业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什么样的投资人是最好的？就是出钱别出力。至少从影视行业来说吧，就印证了沈腾曾经跟金晨说过一句话：笨又勤劳的人是最可怕的。之前也有参与过幕后，只是后来呢，觉得干的有点太杂了。但是他也是让制片人当时给制止住了。幕后怕什么样的人呢？怕这个人笨又勤快。就杨紫在影视行业的这个笨啊，我不说杨紫人笨，但是杨紫在影视行业的这个笨拙，和眼光差，又很勤劳的这个程度，就让黄圣依其实是拖了很大的一个后腿。但是这里我也很感慨，就是你看黄圣依前后的这个差距，对吧？感觉让我想起一句话啊，就是命运馈赠给你的礼物，其实早就标好了价格，只是在年轻的我们就看不到这个价标。我感觉如果早年啊有一个人告诉黄圣依，我给你财富地位，而且会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疼爱你的丈夫，又不用像赵丽颖那样去跑龙套遭白眼，也能获得女主的这样一个好资源。但是呢，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你老公可能不会回家，对吧？还有就是你的生活和事业你都没有任何话语权，你的老公可能会在任意的场合里面去贬低你、嫌弃你，说你没有文化，对吧？而且多年以后啊，你所有的活力都会被抽走，自己沦为一个花瓶，去供给你伴侣的自大和优越感。我就觉得黄圣依就是还是为自己曾经的一些懒惰吧，付出了一个其实挺惨痛的一个代价。因为我觉得就是好累啊，这两个人就是活得都好累，一个是相互消耗，对，相互消耗。一个是黄圣依就感觉到有一个如来神掌老是压着他，老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杨紫呢，就感觉我老给你去收拾这个残局，乱七八糟的。但怎么造成的呢？其实我们也不好说是到底是谁的错了。我觉得婚姻里边，如果没有太原则的问题的话，那肯定是两方都有点问题。然后只是说两个人不大合适，所以说我觉得也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其实可能两个人分开各自发展的可能还会更好一点，或甚至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也会更好一点。毕竟杨紫对朋友很好。我觉得杨紫就跟刘启手是一样的，他其实是不适合婚姻，
这种模式去相处的，他就注定不会是一个好丈夫，甚至不会是一个好父亲。好了，那就感谢大家收看《人微言轻》。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